大二李灿，新年快乐啊！2023年了，今天咱们聊一聊新年的计划吧。其实上个星期啊，我好好的休息了一个星期啊，完全基本上没做什么，就是有一些不得不做的事情做了一下。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我得了新冠啊。最早是我儿子得了新冠，然后我老婆就紧接着感染了。我一开始还挺庆幸的，觉得自己应该躲过一劫了。因为我一直没什么症状，一开始的时候，我觉得要么就是我没有症状，要么就是我的抗体还挺强的。但是呢，上天不会饶过任何一个人，当然病毒也不会饶过任何一个人啊。后来我就得新冠了，不过这个时间点不是特别好，就感觉有点像屋漏偏逢连夜雨的感觉。就我老婆才得新冠2-3天吧，他的状态不是特别好，他发烧很高，都快40度了，全身不舒服。稍微温度降下来那一天，我中午还嘚瑟呢，就是我还给他们2个做了这个揪面片，我第一回做的还挺成功的。想不到紧接着下午啊，我就开始发烧了，而且那天刚好是平安夜，本来就是还想着给我儿子装饰一些圣诞树啊，把家里稍微布置一下什么的。虽然最后确实也布置了一番了，稍微布置了一番，挂了一些彩饰啊、彩条什么玩意儿，但是呢，整个人晕晕乎乎的。其实我一开始一整个人还是想的挺开的，我觉得既然大家都会得，那就就是这样面对吧，也没有什么，对不对？但是就是当天得新冠的时候，我突然发现自己有点不舒服，然后我老婆也就是让我去量了血压啊。结果想不到血压飙到180，这180、140，把我们俩都吓着了啊！因为我确实是有就是高血压这个毛病，但是一直没吃药，所以就是从那天开始就乖乖开始吃药了。现在要做的其实也是慢慢的也得减肥了，太胖了，而且主要是怕突然之间出啥事儿啊。就是我出啥事儿，他们娘俩怎么办呢？对，确实是有这么一个担心啊。不过啊，好在这一章已经可以翻过了，接过了啊，新的篇章开始了。就是我们全家基本上都好的差不多了。不过我老婆还是有一点点，还是挺虚的。我是基本上我是觉得已经元气满满的，可以面对新的一年了。我儿子是早就痊愈了。所以咱们今天就聊一聊新年的计划啊！我觉得新的一年肯定有新的开始嘛，很多东西都是崭新的，对不对？就像我这个形式啊，我还是得做一些改变吧。大家也知道，就中国现在已经放开了，对不对？虽然你会在社交媒体上等等看到很多负面的消息，确实有一些人也面对了人生的苦境啊。家人也面对人生的苦境，但我觉得整体而言呢，就是大家也是在慢慢适应这个状态啊，让自己心态慢慢调整的适应这个状态。你总得生活呀，是不是？不管你不想面对也罢，还是觉得乃至于整个国家这个政策方向有问题也罢，或者决策是有混乱也罢，等等都没有关系，我们已经往前走了。现在要做的就是眼睛朝前看。没办法，就是得朝前看。确实，之前那一段时间呢，我是觉得大家都很憋屈，成天被封控在家里啊，而且确实经济出了很大问题。就每个人，当然不会是每一个人，有些人确实生活影响不是特别大啊，但我觉得大多数人生活都影响很大。所以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开始继续过生活，继续一步一步往前走。中国肯定是基本上90%以上都会被感染一遍啊！现在政策基本上是快速过峰嘛，第一波快速的感染啊。今天咱们就不聊这个，今天聊一聊我的新年计划啊。其实好久没有出来拍摄了，所以呢，大家也能看到啊，我似乎又有新的方向拓展，对不对？就紧接着上一个话题啊，其实因为中国开放了，所以呢。我觉得能出去拍摄的机会也越来越多了。虽然最近这一段时间呢，还是相对会注意一下，就是我老婆身体也没有恢复，我不想我2次感染，然后又感染她啊。所以最近呢，我还是会在周边或人少的地方转一转。但是慢慢的，我还是想走出去啊，
因为说实话，成天一个人在家里是挺无聊的，就是面对着一个镜头，自己巴拉巴拉说半天啊。我曾经一段时间就把这个公园当做我的一个拍摄间了，对，到处走，对不对？现在暂时还要当做一个工作间，但慢慢的我还是想走远一些，走进西安的生活里，周边或者是热闹的地方等等都可以去转一下，边走边看，边说边聊，我觉得这样会更有意思，而且可以做得更长久一些。很多时候呀，有各种话题其实都可以聊，但是最重要是什么？在这个话题在谈论话题的当下，我希望引进更多的这个元素，或者我自身更为不一样的环境。很多时候就是我希望能通过我的眼睛去看，我的耳朵去听，然后在当下我脑子突然之间一个开关开启了，很多思想就跑出来了，这是我最喜欢的状态。因为那个时候是感觉一扇扇门被打开了一样，而不是我纯粹坐在一个演播室里头，所谓自己的演播室里头坐那块就着一个话题车轱辘话反反复复去说，其实有点无聊。所以今天就是我再聊一聊我这个新年新计划。就对于这个频道而言呢，我确实决定走出去了，真正的走出去。大家会看到，暂时我会在自己周边这个公园转啊，慢慢可能会到郊区啊、山里头呀，再过些时候可能会到城里去。西安毕竟是一个古城呀，是一个旅游城市啊，有很多地方可以去。我虽然在西安生活这么多年，但是也没怎么走出去转啊。我是一个挺宅的人，但是我觉得也可以改变吧。宅它是不是对自我一个限定呢？对不对？去年的时候，我写了一本书啊，就是一本写给中文学习的一本书啊，其实是一个短篇故事集啊。我觉得突然之间发现，其实我还是能写些东西的。我脑子打开之后，对，我能有很多奇奇怪怪的想法啊，很多奇奇怪怪的故事就会跳出来。今年我其实也想继续延续这条路啊，再写些书啊，但是我希望自己能把这个思想更集中一些，不要把很多这个想法都分散到很多的小故事里头。我希望能写几个稍微就是完整的故事，长点的故事吧，长篇故事，但不要太长，太长看太累啊。大概长度相当于那种什么爱丽丝漫游这个仙境啊那种状态，那么长嘛，差不多吧。所以今年我想写这么几本书吧，而且会把它就是附上翻译，要是可能的话拼音也可以啊，作为中文教学的素材提供给大家。基本上我捋一下，今年主要做的事情是有3个。第一个当然是大叔中文啊，我之前也说过，大叔应该是我最看好的这么一个频道了，就是这么一个项目，这么一个计划啊。因为中文有一句话叫做3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嘛，我们3个臭皮匠会给大家带来更多欢乐的、有趣的，甚至有启发性的节目。第二个就是我自己的这个频道，我想走出去，现在也是走出来了，对不对？今年继续往外走，今年中国也开放了，对不对？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了呗。而且今年过年未必能回去，今年过年的话不是不想回，可能大家的这个心情还没调整到完全欢庆这个春节的氛围啊，这个状态。但是今年肯定会回去，到时也可以带着大家看一下我老家是什么状态。而且今年应该会带儿子去旅游一下，好几年都没有旅游了嘛。第3个就是我的书，我不知道会出1本还2本还3本啊，又看我自己的状态。但是我是会强迫自己每天去写一点点吧。每天写一点点的话，积少成多嘛，对不对？那么今天咱们就到这儿吧。你的2023是怎么样的呢？可以在底下给我留言，和我分享一下啊。